哎，大家伙早喽！1月29号星期四，看我在哪儿？可以吗？黄埔滨江，我在看导航，看我要去哪儿？苗江路，我没去过苗江路。昨天傍晚6点多落地浦东，住在了卢湾边上。但是今天第一天，我还是想跑跑公路。哦，累呀！昨天那个虽然没有全力以赴的强度，但是这一周半马太极限了，真的太极限了。我找路，一会儿到了苗江路咱们聊。哎，我跑过这儿吗？哦，看这个大船，这应该就是展览用的吧？远望。嘿，小伙伴们，我弄错了，我跑过这儿，我就记得刚才那有点像。看，又看见他们5个了，对吧？看，绿色头发的，长得像麦当劳叔叔的这位，头已经扎进了斑马纹坎肩的人的肚子上。看，嘿，所以当时我都不知道，我现在应该已经在叫苗江路的路段上了，对不对？有这么多跑步的，他穿的都比我多。哦，这儿可比大阪觉得温暖多了，这儿没有那么潮湿。今天，今天穿了个短的，看。行，沿着这条路跑一跑，就把手机导航收了。我现在差不多就在苗江路中段上，是不是这条路？我不太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第一次来苗江路。但是高柏这条路我有印象，如果那5个小人只有那一对的话，对，这3个这个鱼，就是这条路。高柏好像跑到前面那个桥就折返了。哎，这条路训练不错，训练很不错，不长不短，然后很平整。可能就是江边吧，夏天太晒，冬天可能有风，其他都挺好。比赛之后这一周就怎么说呢？就慢慢调整。我觉得吧，就像我昨天强度课说的似的，训练这事儿主要是找那种让你自己觉得，哎，我训练了，我很艰苦，我很刻苦，我很努力，我吃了不少苦，就差不多了。我今天早上起来和我们训练营的小伙伴们聊，我也在分享这个观点。到时候，我想想啊，明天或者后天我们发，就今天去做我这次比赛的复盘和经验分享，就这1年训练针对半马，看看。跟大家仔细分享一下。今天咱们闲聊2句，就是很多人说总期待比赛的时候可以超水平发挥一下，让自己跑一个比平常训练的时候还好的成绩或者还好的状态。然后我就说，其实这事儿是这样的，就像我2000年到不是2000年，对不起，就像我2020年到2023年。那2年多，将近3年的训练，我那时候就是那个状态。那个时候其实对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。哎，你们看这儿就是遇到那2位观众，带一只小狗，就是这儿。然后过来以后，前面这儿好像是有一个私补点儿，有人给了我一杯不知道是什么饮料，就快折返了。就是你练来练去，不知道自己什么水平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，为什么那时候跑那么快呢？一是因为急于想证明自己，这是第一。然后第二呢，觉得跑慢了没用。第三是心里没底。那时候我经常早上起来回来，跟家属说聊天，我就说，哎，你看我今天又跑了一个半马，4分08，就这样跑，我早上起来什么都没吃，空腹晨跑。我就跑下来了，那是不是
我这个随随便便就可以破3，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概念。直到我跑到2小时44那场，其实那场完全没有配速目标，我甚至连2小时44是多少配速都不知道，就是就这么跑下来了。这觉得不可思议，对吧？因为现在的跑者们差不多过了3个小时20的，就都有明确的目标，我什么成绩、什么速度，然后我要怎么跑。那时候是有点傻，所以那个时候这么个状态。所以现在好多小伙伴呢也存在，就是也是这么个状态。这个状态是怎么回事？就是，我先看这怎么回去啊？啊，在这儿，这状态就是自己训练的时候，不偏，就是不高不低，或者说中部偏高，但是呢，他比赛的时候又需要比他这个中部偏高还高。就比方说想破3的小伙伴，现在的训练可能你每次跑4分30，但是你破3需要4分15，那你就在想了，虽然我平时4分30了，每天都能这么跑，但是我真的能跑4分15的42公里吗？因为首先你每天不是4分15，这是第一；第二呢，你每天不是42公里，这就还是那个问题，马拉松练短赛长。这个没办法，所以陷入这么一个心理的漩涡中。然后再之后还一样，很多人觉得说，你现在跑成这样了，你不担心了吧？其实也担心，没有不担心的。而且你越往后越担心。我现在早上起来和训练营的小伙伴们分享，我就说，你到了3小时以后，或者现在我主张。基本上快要摸到3小时边的小伙伴们就可以考虑开始慢慢的把训练变得极化一点点，但是不能像我这样这么极化，而是说你只需要把强度课顶上去，然后其他的课呢你没有我量这么大就还好。但是到这个阶段以后更会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你们看我的训练，我每天的训练大家都能看到，就是随便这么轻松跑来跑去，现在我看多快啊！现在5分，对吧？我今天可能也就跑10多公里，最多平常21公里。然后强度课呢，虽然是快，但是不够长，而且都是间歇跑。很多人有时就会有一个潜意识说，那间歇跑就是冲刺呗。你普通人去冲一个100米，跟我冲一个100米，没什么区别，差不了多一点点，又会有心理上的落差。这个特别对，所以什么阶段都会有什么阶段的焦虑和烦恼。但是呢，为什么到我这个阶段很多人会好一些？就像我说的，大家会不约而同的、不自觉的慢慢的增加比赛的频次，同时因为这么多年的积累和跑量，还有训练的水平提高，人的恢复和对比赛之后的损伤都会比以前强。虽然随着年龄恢复会变慢，但是你跟我问我现在跑一场全马，我的恢复和我30岁的时候比，我觉得我现在比那时候强多了。因为人就是一个适应，就会让他觉得参赛的频率变高。因为我其实没事，我跑一个背靠背或者隔一周的这种全马，在赛季的时候没问题。而那个时候我刚开始跑步那2年，1年能跑2场马拉松，就觉得就不行了。这样的话比赛多了，同时水平固定了。你看，比方说我每场比赛都跑2小时40多，2小时50出头，有的时候跑好了跑2小时40以内，那我就不再慌张我的成绩，因为我这么多年练下来，我现在每场可以跑成这样，我就还这样练下去，我每场还能跑到这样，又进入了一个平稳的阶段。再下一步就是，其实和我当时破240的时候的心态也不一样。那个时候想破240的时候也是没底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跑3分45，就这么跑下来，就只能靠比赛试。那我的下一个目标呢，还是会有这种感觉，但是没有当时破240的时候那么的
那么的明显了，这感觉会变淡。大家等我明后天的复盘节目，跟大家详细分享。这次半马我的巨大的收获。今天我们抛砖引玉，我看看跑了多远了，跑了不到7公里了。我现在往回跑，然后再去其他地儿绕2圈。上海真的挺好的。哎，小伙伴们，1月29号星期四，看。可以啊，人来人往。早高峰的尾巴，跑了18公里多，去那个高坂那条路跑了1圈，那边是挺适合跑步的，但是整整一个折返，略微有点心里有点疲劳。还行，今天停了几次没停表，平均配速还5分17呢。这种就对我来说就轻松跑，挺好的。所以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的信心不是完全来自于平时训练的配速，也不一定全是来源于强度课能顶住，但是这些都是组成你信心的一部分。靠这些信心去上赛场，比赛慢慢积累经验，慢慢的找到比赛的感觉。比赛多了，这场比赛的状态，下场比赛的状态，这场比赛之前怎么练，上一场比赛之前是怎么回事儿，心里就清楚了。慢慢的，就也不叫建立信心了，而是建立一种信念，或者是认知了。好吧，那就这么着。那儿就是卢湾，明天早上去卢湾跑2圈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